大家注意，2026年一场前所未有的劳保大清查即将展开。据说有4类人会在这次清查中中箭落马，他们的劳保账户不但可能被永久冻结，每月领的养老金会立刻停止发放，之前领过的钱甚至还可能被政府追回。这绝非危言耸听，也不是耸人听闻的阴谋论，而是要提醒所有劳工朋友，务必检查自己的劳保资格，确保没有踩到地雷。今天我们就要深入聊聊这件影响千万退休族的大事，帮您把细节、规则和对策一次说清楚，千万别等出事了才后悔莫及。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自我检视，免得到时候晚了就来不及了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偏偏在2026年会来这么一场劳保彻查。其实这和劳保制度本身的财务压力和公平性息息相关。许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劳保年金并不是我们每个月存下来的储蓄，而是一种社会保险机制。年轻时期缴费，退休后由劳保基金拨给符合资格的人养老金。如果有人不该领却领了，或是用不当手段冒领，那么劳保这个大水池的水就会白白流失，真正辛苦工作的劳工退休金反而可能没着落。近年来，劳保基金的财务状况不容乐观，专家估计，如果不采取措施，劳保基金可能在2028年前后面临浩劫危机。政府为了延长劳保寿命，维护制度公平，自然会加强对各种违规领取的稽核力度。除了财务压力，随着资讯科技进步，政府现在更有能力去比对资料，揪出不合规定的案例。以前可能有漏网之鱼，现在系统一跑，大数据一分析，谁的账户有异常，谁的年资有问题，马上红灯频闪。2026年的这波清查可以说是为了补漏洞、抓乱象，让每一分养老金都发到真正符合资格的人手上。对我们大多数依法投保、认真工作的劳工来说，如果平时规规矩矩，这次清查其实无需恐慌。但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友属于某些特殊情况，那就务必提高警觉，赶紧自查自纠，确保自己的退休权益不会因此泡汤。在揭晓那4类高风险族群之前，先提醒一件迫在眉睫的事，退休金资格认证已经来到年底。每年这个时候，领劳保年金或国民年金的长辈们都需要办理一次生存资格认证。简单说，就是确认您还健在并符合领取资格。这听起来很直接，但确实必要。曾经发生过有些不肖家属在老人过世后还隐瞒不报，继续冒领养老金的情况，政府只能透过定期认证，确保纳税人的钱没有错发给不存在的人。此外，如果您的资格有变动，例如开始领其他社会福利、移居国外等等，也需要向劳保局报备。凡是领取劳保年金或国民年金的人，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资格认证，通常间隔不能超过12个月。今年认证的截止日通常是在12月31日前。如果超过1年没认证，按照规定，您的养老金将从明年开始暂停发放。所以，如果您还没完成今年的认证，务必要在这几天内搞定，千万别错过。好消息是，现在办理认证非常方便，强调不出门、不求人，自己在家就能轻松完成。我们介绍3种简单的方法。方法1，手机认证登录劳保局系统，劳保局提供行动电话认证服务，只要用您本人办的手机门号就能线上验证登录。您可以下载劳保局的行动 App， 或直接用手机浏览器进入劳保局的个人网络申办及查询作业系统，选择以行动电话认证登录，输入您的身份证资料和手机号码，设置一个查询密码，系统会发简讯验证，通过后就算完成登录。在登录后的个人服务页面，按照指示找到年金领取资格认证的选项，一键确认今年度资格，一切在线上完成，足不出户就搞定。方法2，电脑自然人凭证或健保卡认证。如果您有申办自然人凭证、IC 卡或金融凭证，也可以在电脑上透过读卡机登录劳保局易化服务系统。登录后，同样找到相关项目，完成认证。假如没有自然人凭证，也别担心，现在劳保局系统开放用健保卡号加上户口名簿户号登录查询，这对不熟电脑的长者来说简直是一大福音。不用跑户证，不用特地办凭证，
只要手边有健保卡和家中户口名簿的户号，输入资料就能进入系统确认领取资格，非常方便。方法3，亲友协助视频认证或代办。如果您真的不擅长使用 3C 产品，也可以请信任的亲友帮忙。某些县市提供视频通话认证服务，您可以和劳保局或公所的服务人员进行视讯，他们核对您的身份后，就会替您更新系统资料。不方便视讯的，也可以请家人带着您的相关证件，亲自到户政事务所、劳保局各地办事处去代为办理年金资格确认。虽然这样稍微要他人帮忙，但过程依然简单。重点是，不管用哪种方式，都务必要在期限前完成。只要按时认证，您明年的养老金1毛都不会少，安心领。相反，如果疏忽大意，少做这一步，明年账户上的钱可能就突然停了，那可就麻烦了。说完了紧急的资格认证，再回到我们最关心的重头戏，哪4类人的劳保账户将在此次清查中被冻结、停发，甚至追回？下面我们将一一揭晓，并深入解释每一类的来龙去脉。如果发现自己不幸位在其中，也别慌，我们会提供对应的对策建议，帮助您把损失降到最低。现在就让我们逐一盘点这4大高风险族群。第一类人，劳工资格不符规定的人。什么叫资格不符？简单说，就是有些人其实不符合参加劳保的资格，却透过某种方式一直留在劳保体系中缴费累积年资。这种情况一旦被查出，他们的劳保资格会立刻被取消，相关期间的年资统统不予承认，缴的保费也化为乌有。如果更严重一点，期间还曾经领取过劳保给付的，已领的钱还必须退还。这类可以说是最危险也最值得警惕的族群，包括以下几种典型 scenario： 长期在海外工作，却在台湾参加劳保的人，依据劳工保险条例，只有受雇于台湾含澎湖、金门、马祖境内依法登记的公司行号并实际工作，才能由雇主为其加保劳保。如果您长期旅居国外，受雇于海外企业拿当地薪水，那很遗憾，您不具备在台湾参加劳保的资格。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点，人在国外工作多年，却透过加入台湾的职业工会或挂靠亲友公司继续投保劳保，天真的以为这样年资不会断，将来可以领更多退休金。事实恰恰相反，劳保局对这种情形早有规定，也有查核机制。如果您长期不在国内工作，一旦被发现，劳保局会认定您那段期间是不合法加保，直接取消您当时的投保资格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您在国外期间所缴的保费白缴了，那几年的年资一笔勾销，等您退休请领时，这段期间不会算在您劳保年资内，更别提拿退休金，甚至劳保局可能主动办理退保，强制将您退出劳保。想象一下，阿林在澳洲工作10年，本以为劳保年资稳稳累积，但到了退休申请时，才被告知这10年统统不算数，他的错愕和后悔可想而知。所以，如果您目前人在海外长期工作，却还留着台湾的劳保，一定要三思。最妥当的做法是主动办理退保或停保，免得将来清查秋后算账，更伤。入监服刑期间未退出劳保的人，根据规定，在职劳工如果因案件被羁押或停职，但尚未判决确定前，雇主其实可以继续为其投保劳保，毕竟还未定罪。但一旦法院判决确定需要入监服刑，那么此人从判决确定日起就丧失劳工身份，不可以再继续加保劳保了。也就是说，人在坐牢期间，当然不能算是一般劳工，劳保关系应该中断。现实中，有些人判刑入监后，公司或者本人没有主动停掉他的劳保，导致他服刑那段期间还挂在保险名册上，甚至可能自己偷偷透过职业工会续保。这种不合法加保也逃不过劳保局法眼，因为一查就知道某人户籍迁到监所，保险没停，很明显违规。处理方式和刚才类似，服刑期间的投保无效，那段期间不算年资，保费不退。如果荒唐到服刑时还请领了什么给付，虽然坐牢拿给付不太可能，除非诈领伤病给付之类，一样要追回。举个例，老李因案入狱2年，他太太一时大意没帮他停劳保，2年后他出狱，
本以为劳保不间断很爽，结果清查时发现这笔年资无效等同白缴2年前，还差点违法。这教训告诉我们，一旦失去劳工资格，如服刑，该退保就得退保，别心存侥幸继续挂着，否则日后损失的还是自己。没有实际工作却挂名加保的人，这种情况俗称幽灵会员或劳保僵尸。人其实没在工作，却想方设法挂靠在某个单位投保劳保，只为了累积年资，骗取将来的退休金。典型例子是，某人原本有工作，后来离职了或正式退休了，但为了凑足劳保15年的门槛，不顾规定跑去某职业工会加保，或者有的人干脆没有固定工作，靠关系找一家朋友的公司让对方帮忙报他为员工参加劳保，实际上他根本没替那家公司工作一天。这种挂名投保当然违法，而且劳保局也不是吃素的，每年都有稽查抓出不少案例，一些反常迹象都可能触发调查。例如，某个职业工会里有一批年纪很大的被保险人，但提供不出像样的工作记录，或者某公司名单上挂的人，其实同时在别的行业全职上班等等，一经查获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劳保局会立刻取消当事人的劳保资格，他透过挂名所累积的年资全部清零，之前缴的保费1毛不退，已经请领的任何劳保金给付，包含可能的失业给付、早退金等，都要全数追回。劳保条例第24条其实白纸黑字载明这点，可以说挂名投保被抓包，您过去缴了一辈子的劳保费也可能化为泡影。曾有媒体报道一位张姓先生，55岁提前自家公司退休后，为了多攒5年劳保年资，托朋友在某工会给他挂名当顾问，继续缴劳保。结果几年后劳保局清查，发现他根本没从事该工会行业，当下取消了他的资格，老张辛辛苦苦多缴的几十万元保费瞬间归零，最后退休金只能拿到寥寥可数的一点点一次金，追悔莫及。所以奉劝各位，千万别为了多领几块钱铤而走险搞假投保，一旦东窗事发，损失的绝不只是钱，更可能连累您的名誉及法律责任。以上几种情形都是属于劳工资格有问题的典型代表。如果您对照后发现自己正巧处于这类状况，那现在就是最后补救机会，尽快主动向劳保局说明，该退保的退保，该停保的停保，千万别等人家清查找上门。主动退出可能还能保留合法期间的权益，可要是被揪出来，那可就是资格取消、年资归零、保费没收的严厉处分，追悔都来不及。总之，劳保只能给真正的劳工参加，不符合资格就别硬钻漏洞，否则吃亏的终究是自己。第二类人，曾经冒领或多领劳保给付的人。第二类高风险族群指的是那些领取过劳保金额与实际情况不符的人，通俗点说，就是透过不当手段诈领劳保，或者在请领上打了擦边球的人。劳保的给付项目很多，包含生育给付、伤病给付、失能给付、老年给付等等，本来是要保障劳工在各种状况下的权益，然而有极少数人会动歪脑筋，想方设法从中钻空子捞好处。这些行为往轻了说是不当得利，往重了说已经触犯法律诈骗。一旦被查出，他们不但钱1分拿不成，之前领的还要全数退回，严重者可能被告上法庭，吃上官司。在2026这波清查中，这些曾有领取记录异常的人肯定是重点关注对象。常见的例子包括什么呢？我们列举几桩让大家长长见识。勾结不肖医师，伪造伤病来诈领给付。早年社会上曾经出现所谓劳保黄牛的地下产业链，一些黄牛仲介专门物色想骗劳保的人，再串通黑心医师开立假的诊断证明，伪造成员工生病或残废，申请劳保的伤病给付或失能给付。那时劳保查核系统没那么严密，真有人不劳而获，骗到了一笔钱。然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随着政府加强查核和医疗电子化，这类案例陆续败露，被揭发的人不仅1毛钱都拿不到，还可能因伪造文书、诈骗罪被起诉，面临牢狱之灾。劳保局更规定，这类不法请领会影响未来加保权益。换言之，您之后想正常参加劳保，请领合法给付
都可能被严格审核，甚至拒绝。偷鸡不着蚀把米，实在太不值得。所以张秘书、劳工局、网红秘书才会提醒大家，别试图诈领劳保，一时贪念可能害你惹祸上身。虚报薪资、灌水年资，以多拿退休金。有些人不是直接造假生病，而是利用制度漏洞在薪资上下手。劳保老年年金的金额与您投保期间的月平均薪资和年资长短有关。于是有的人临退休前和公司串通，突然将自己薪资大幅拉高，只为了抬升最后的平均值，好让每月退休金领更多。或者有人中途离职了几年，本来劳保年资中断，但他瞒着劳保局没申报，后来补缴希望年资接轨，试图让自己的年资看起来完整连续。再或者有的人同时受雇2个单位，例如本职在公司，有兼职在工会。理论上如果两边都有实际工作，双重加保并非违法，但他却可能利用这情况重复申领某些给付，比如同一伤病向两边申请补助等等。这类金额不符实际的情况都属于重点稽核范围。举例来说，劳保局现在对退休前突击加薪非常敏感。如果发现某人平时投保薪资只有4万，临退休前半年突然报到最高上限7万多，并因此领了明显偏高的月退额，他们可能就要调阅资料，确认您加薪是否真有其事，薪资有无实质给付。如果查出是虚报薪资意图诈领，多领的部分肯定要追回，还可能面临罚则。同样，中断年资偷偷补也藏不住，因为劳保局有您的就业投保记录，一比对就清楚哪些期间有工作，哪些期间没工作。像这类试图灌水、年资或请领金额的行为，说严重点也是欺骗社会保险。被逮到时，除了退钱，日后您的请领申请都会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，可谓自作自受。隐瞒事实，重复领取社会福利，这部分其实和第4类族群重复福利没依法办理有关联，但在领取金额角度也可以归入这里。一些民众可能同时符合多种身份，例如既是劳工又是农民，又或者之前当过军公教后来转职场。政府对不同保险制度之间的请领规定其实很严格，避免有人双重领取。如果您已经领了一种退休金，再去领另一种，就得看看法律允不允许。举个例子，老王年轻时务农参加农保，后来转去工厂又加劳保，等他65岁退休时，理论上他同时符合农保老年给付和劳保老年给付资格，但按照规定，他不能双拿两边的年金，只能择优或者依规定请领其中之一。通常劳保年金金额较高，就会领劳保，农保那边可能改领一次金或放弃。如果老王不申报，暗地里两边都去申请月领，短期内可能领到双份钱，但很快社会信息系统对比就会戳破他的侥幸，到时不但另一份钱发不出，已领的还得全部退回。这种多领的部分其实也是不属于自己真正资格内的钱，当然会被追回。类似的情况还有，例如您领了政府的身心障碍生活补助，又领劳保的失能年金，如果两者按规定不能同领，那多出的部分您早晚得吐出来。总之，一人同时只该享受适用自己身份的一份社会保险，任何重复领取、冒领行为早晚都会被发现并纠正。归纳来看，第2类族群的特点就是拿了不该拿的劳保钱，这些人在此次清查中几乎注定难逃法网。劳保局有完善的给付记录，也掌握各项数据异常值，过去几年发了多少失能给付，给了谁，诊断证明哪来的，都有迹可循。一旦锁定可疑对象，后续就是通知对方说明，甚至移送司法。如果您过去曾一时糊涂做了上述事情中的任何一件，现在务必及早准备，该还的钱赶快还，该补的资料主动补上门，说明时争取从轻发落，抱持侥幸只会让事态更严重。当然，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劳工朋友都是诚实守法的，没有乱请领问题。如果您是清白的，这次也无需担心。未来也请牢记，千万别欺骗社会保险制度，因为那其实是在坑我们自己的退休金。基金就那么多钱，你多拿了不属于你的部分，最后坑的还是整体劳工阶级。让制度公平运行，我们的养老金才拿得到
拿得久。第三类人，缴费年资不足却期待养老金的人。第三类听起来有点悲情，因为他们不见得做了什么坏事或违规的事，只是没达到领取劳保退休金的门槛，结果辛辛苦苦缴了一辈子劳保费，到头来可能1毛钱都领不到。我们姑且称之为年资不足白缴族。想象一下，你工作了10年、20年，每月薪水都提拨劳保费，原以为退休后可以领劳保年金安度晚年，却在申请时被告知，抱歉，您不符合请领资格。那种失落和惶恐，绝对不是1、2句话能安慰的。在劳保清查趋严的情况下，未来对资格不符者只会更严格执行1毛不拔的规定。所以，如果您年资恐怕凑不满，现在就要有心理准备和因应方案。到底要多少年资才算够？根据劳保局规定，目前请领劳保老年给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年资满15年，且年满55岁后办理退休的劳工，可以请领劳保老年年金，月领年资累计满25年，且期间缴费不中断，即使未到55岁，也可请领年金提早退休。这是鼓励长期投保者的优惠条款。另外还有一种是，民国97年底之前已经有劳保年资者，年资满1年，年满60岁也可一次领等，但主要不影响大原则。重点在于15年，这是一道最低门槛。如果您劳保累计年资没满15年，又不到规定年龄，其实就没有资格领取月退金。很多人以为我缴了钱应该退休，多少可以退还吧？但事实是，劳保和商业保险类似，不达理赔条件是没有给付的。劳保不是储蓄存款，您每月缴的保费并不是存在您个人账户里等着退休还您，而是放进公共基金统筹使用。如果最后没有符合领取年金的资格，那些保费就视同保险费用用掉了，不会退还给您。换句话说，真的有可能缴一辈子劳保却领不到半毛钱，听了让人心惊，但制度设计本来如此。我们可以打个比方，就像买医疗险，结果运气很好，从没住院过，保费当然不会退，你只是劳保这种情况发生在退休上，感受特别强烈而已。哪些人容易落入这种窘境？几类典型情况供大家参考。一是生涯中途退出劳保较早的人，比如家庭主妇。许多女性朋友年轻时也工作缴了10来年劳保，后来结婚，相夫教子，退出职场。如果退出时还年轻，没到55岁，年资又不到15年，那除非日后再重返工作缴满15年，否则到了老年，这10来年的保费等于白白缴了。他们不能领劳保年金，只能寄望于先生的退休金或其他养老安排。又比如，有些劳工朋友在同一家公司做了10几年，却在14年多的时候因故离职，接着也没再投保别的劳保，可能改做自营或失业，结果年资卡在不到15年。等到年老，他既领不到劳保月退，也无强基金，因为劳退 6% 制度需要雇主提拨才有，自营就没有，这情形就很尴尬。辛苦缴了14年劳保费，原以为至少能申请一次性老年给付吧，但很遗憾，如果您在97年、2008年以后才参加劳保，且年资不满15年，是没有一次请领老年给付的权利的。以前旧制下，年资不满15年可以一次领退保金，但新制年金上路后，除非您资格衔接旧制，不然不满15年就是零。很多人不知道这点，以为离职时劳保局会退笔钱给自己，结果扑空才追悔莫及。再看另一种状况，一位劳工朋友工作了12年，因公司外派到国外发展，他在海外拿高薪，本以为赚够本就提前退休了，年资虽12年，但想说应该也能领一次性给付吧。结果因为他外派后劳保应该停没停，被查到取消资格，属于第一类情况，导致年资只算国内的8年，又因总年资低于15年，他退休时一次金也没得拿，这真是双重打击，不仅资格出问题，连基本退休金都成了泡影。如何避免成为年资不足白缴族？这里有几点建议。首先，提早规划自己的劳保年资。如果您年过半百，但年资还差几年，满15年，或许可以考虑多工作几年，把门槛凑满再退休。哪怕不在原公司做，
去参加个职业工会，做点兼职，只要是真实工作并合法投保，也好过就差临门一脚放弃。千万别因一时倦怠提前离场，结果损失终身保障。其次，如果您确定无法累计足够的劳保年资，例如全职家庭主妇已不会再就业，那就务必利用其他社会保险资源来补强。台湾有国民年金制度，专门保障没有参加职保的人，年满65岁可领取基本的老年年金。如果您劳保年资不满15年，又已退出职场，一定要记得去参加国民年金，把该缴的费缴一缴，未来至少还有一份基本金额可领，聊胜于无。还有，留意自己的劳退新制账户，劳工退休金 6%， 即便劳保年金没了，您工作的年份雇主提拨的退休金都还在，那也是您养老的一部分。此外，政府偶尔推出一些补缴年资或优惠，比如有时推广军、公、教、劳年资互换、补缴之类的方案，如果有相关法令释出，务必把握机会弥补不足。最后，最简单的原则，别中断工作太久，保持一定年资。对现代人来说，职涯多变，但买张劳保门票真的很重要，哪怕转换跑道，也尽量让自己的劳保不要断超过1年以上，否则日后要补救难度颇高。一句话提醒，缴劳保不是存钱，达不到条件就没有回报。了解这点后，我们才能更理性的规划退休。千万别让自己多年缴费，最后落得一场空，提前盘点，早做打算，总比临老才发现错过门槛要强太多。政府此次清查也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容易忽略的门槛红线，免得到时候误踩地雷，自食其果。第四类人，领取其他社会福利未依规定办理的人。最后一类族群是涉及重复社会福利或多重保险身份转换的情况。如果您过去或现在享有劳保以外的某种社会福利或保险给付，但在衔接劳保退休金时没有依法申报，办理必要的手续，那也可能被列入清查名单。一旦发现您有违反规定重复领取，劳保这边的养老金可能会被立即停发，直到您纠正问题，多领的部分则要求退还，确保不重复给付，一人一份的原则落实。这类情况常见于什么样的人呢？以下举几个例子。曾领公教退休、军保退伍或农保年金的人。台湾的退休制度有多轨并行，军人有军保，老师公务员有公保，农民有农保，农民退休储金，一般劳工有劳保。有人职涯横跨不同领域，可能既有公务员年资又有劳工年资，在不同制度下各自都有退休给付，但法律通常规定不得重复领取全额。例如，一位女士做过10年公务员，后来离职到企业又做了20年劳工，她65岁时理论上公保和劳保都符合请领资格，可依照国家年金整合方案等相关规定，她可能需要选择主要的一种来按月领，另一种则只能领一次金或部分给付，以避免政府重复支付2份终身年金给同一人。很多人对这点不清楚，结果双边都去申请月退，短时间内可能两头领，但很快相关单位对账发现一个人领了2份国家退休金，立刻就会终止多出来的那一份并追讨。不但如此，假如您本来就应该在申请时申报自己另有他保退休金，却隐瞒不报，那更是违反诚信与法规，可能被认定为不当请领。所以凡是有多重保险经历的人，退休请领时千万要搞清楚规定。通常公教和劳保不能双拿2份月退，但公教可以拿月退，劳保改领一次金，或者相反，看何者对自己有利且符合法令。重点是要依规定办理衔接或抛弃，不可贪心同时申领。已享社会福利津贴的人，除了退休保险，政府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津贴，例如低收入户、老人生活津贴、中低收入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等等。这些津贴通常和您是否领有其他社会保险给付有关。如果开始领劳保养老金，可能就不符合领某些津贴的资格，需要主动向发放单位申报停领，反之亦然。曾经出现过有长辈领了劳保年金，又偷偷去申请低收入老人津贴，结果后来被查到重复享受福利，被要求退还多领的津贴款。此外，
一些失能扶助与年金也不能并领，否则也算违规。例如，您领了劳保的失能给付，又申请长照的某些补贴，两者若规定不能同时享，有可能导致其中一方要求您退还已领金额。这类情况在退休族中并不少见，主要是大家对繁复的规定不了解，一不小心多领了，以为捡到便宜，其实后患无穷。此次清查肯定也会比对各项社福资料，确认每个劳保年金领取人有没有违反不重复给付的原则。如果发现问题，您的养老金账户恐怕会先被冻结，等您补办相关手续，缴回不该拿的部分，才能恢复正常发放。身份转换未办理接续的人，这指的是您原本参加某种保险，后来身份改变符合另一种保险，但中间没及时处理，导致重叠或断裂。例如，您本来是自行营业参加国民年金，后来受雇就该转劳保，但您忘了转，结果国保保费白缴应就有劳保优先，或者相反，您退休离职后其实应该改加国民年金续保，但您疏忽了，导致一段时间根本没有保险，到头来年金请领资格少了那么几个月。这些虽不算违规领取，但影响您的权益。如果因此导致您某边多领或少领，都需要重新计算追补。清查时若发现您的保险记录衔接不当，也可能通知您补正资料，虽不至于惩处，但可能暂停发放，等待厘清。概括而言，第四类族群的问题在于一人多制下的规定遵循。对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在跨制度、跨福利时搞清楚自己的权利义务，该申报的一定要申报，该选择的一定要选定。不要认为政府单位彼此不相通就可以蒙混过关，现在信息系统早连通了，您的身份证字号在哪领，钱都是有记录的。一旦比对发现重复，您领再多都得退回去，反而徒增困扰。与其日后被冻结追讨，不如一开始就按照规定来。很多长辈可能不清楚，要多仰赖子女帮忙查询。像劳保局网站、各福利主管机关其实都有清楚说明，或者打1950福利专线，各保险局服务电话询问，都能避免误领的风险。小结一下以上四类，无论是资格不符，第一类曾有违规请领，第二类年资不足，第三类还是多重福利冲突，第四类只要踩到这些点，您的劳保账户都可能在严查中被冻结甚至注销，养老金停发，情节不对的还得把拿过的钱吐出来，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相信许多人此刻已经开始反思自己的状况，有些朋友可能冒出一身冷汗，别急，下面我们就来谈谈对策。如果不幸中招，有没有补救的机会？如果暂时没有问题，又该如何未雨绸缪，避免将来落入这四类黑名单？接下来几点建议，请大家牢记在心。立即检视劳保资格，主动纠正问题，这是给已经发现自己属于上述高风险族群的朋友的建议。如果您发现糟了，我就是挂名投保，哎呀，我之前真的多领了一笔补助，那千万不要坐以待毙，请在清查行动找上门之前，自己先向劳保局或相关单位报备。很多时候主动坦诚错误，配合处理，可以争取宽大处理。比如您主动停掉不合资格的劳保，或者去社会局说明愿意退出某项津贴并退还款项，官方通常会以补救方式结案，您日后合法的权益还是拿得到。但如果等到官方揪出来，那就麻烦大了，不但钱一分不留，可能还附带罚款或诉讼。所谓亡羊补牢，未为晚也，现在就是补牢最后时机。利用线上系统查询个人保险状况，有些朋友可能拿不准自己是否有问题，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上网查询您的劳保资料。劳保局的易化服务系统非常好用，提供多种登录方式，自然人凭证、行动电话认证、健保卡加户号等等。登录后，您可以查到自己的历年投保单位、投保薪资、累计年资等等信息，一些关键问题可以一览无遗。例如，您的累计年资有几年？之前是否有劳保资格中断或被退保的记录？目前是否同时在多个单位加保？甚至连您的劳退 6% 账户金额都能看到。有了这些资料，您就能对照上述风险点进行自查。如果发现年资哪里不够，或者资格哪里可能有争议，就赶紧想办法补强或咨询。
如今也可以加入劳保局官方 LINE 账号，绑定您的资料后，有重要政策或异动会及时通知您，不怕漏掉消息。总之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把自己的劳保状况摸清楚，才不会平白掉进坑里都不知道。千万按规定时限办理年金生存认证，这一点前面已经详细说明，但在此再强调一次，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。哪怕您不属于前面4类，假如忘了每年的资格认证，也可能平白让自己的账户被暂时冻结。每年只要花几分钟确认一下，就能避免养老金被误停的风险。帮家中长辈也留意这件事，许多独居老人可能不了解流程，子女应多关心，协助他们完成认证，否则一旦款项停发，要补办也麻烦。现在办理方式这么便利，没理由不去做。切记，1年1次，按时认证，这就是守护您养老金的第一道防线。遵守劳保缴费与请领的各项规则，不投机取巧，很多踩雷的状况其实原本都能避免。如果每个人都诚实申报，如实缴费，按规矩请领，就不会有那么多清查风险。例如，在公司上班就该让公司当天帮您加保，千万不要偷懒拖延，请假制度要遵守，不要无故旷职被解雇还不自知，导致被退保。投保薪资不要刻意压低，虽然可少缴点保费，但未来退休金也跟着变少，得不偿失。又如，有些人为节省几个月保费，想着刚患重病才来加保，或者出了工伤才想调高投保薪资，这些动作其实系统看了都觉得可疑，很可能因此被拒赔或引发调查。不要试探保险的底线，因为你的每次异常操作都可能变成日后被盯上的把柄。脚踏实地缴费，老老实实申请该得的给付，才是长远之道。避免违规加保，善用合法途径累积年资。针对第一类提到的那些朋友，如果您确实还想继续累积劳保年资，那就务必以合法身份参加劳保。比如，您人在国外，但仍想保留劳保资格，那除非您是被台湾本地公司正式派出国，并办理了留职停薪手续，否则就别硬保劳保，不如选择国民年金或当地保险更实际。又比如已经退休但年资没满，可以考虑重新找一份适合长者的工作，哪怕兼职，透过雇用关系续保，或者如果您具备一技之长，参加相关职业工会，成为真正的自营工作者来加保劳保。关键是要有实际工作事实，只要您名实相符，其实不怕劳保局查。同样地，若真没工作了，那就顺其自然退保去转加国保，不要留恋劳保年金的高额而钻漏洞，一旦被抓包，前功尽弃，反而更不划算。定期复习劳保新规、政策走向，提早应对。劳保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，每隔几年可能就有新制上路。像最近大家关注的劳保年金改革、费率调涨、给付调整等等，都和我们荷包息息相关。我们必须持续关注官方公告和新闻。举例而言，如果未来立法通过延后退休年龄或调高请领门槛，那我们自己的退休计划也得跟着调整。再比如，近期传出的劳保年资未满25年只能一次领之类的风声，虽然经查证是谣言，但背后反映出政府确实有在思考各种延寿基金的方案。资讯就是力量，早知道就能早准备。建议大家追踪劳动部劳保局的官方渠道、官网、LINE、脸书、粉专等，有任何政策改变都能及时了解，也可以多和同事、朋友交流这方面消息，免得到时候一知半解被网络谣言误导，做出错误决定。最后，让我们回到开头那个触目惊心的标题：2026彻查劳保，4类人账户将被永久冻结。现在您已经知道，这并非空穴来风，也不是要吓唬谁，它提醒我们，每个人都该审视自己在劳保制度中的位置。这场清查的用意，说到底是保障绝大多数守法劳工的权益，清除掉不该领钱的人，基金才能多撑一天，堵住漏洞，我们每个诚实缴费的人才领得到该领的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或许一些朋友会经历阵痛，但长远看是好事。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讲解都能有所收获，该补的补，该停的停，该注意的注意，快检查你的劳保，
从资格到年资，从请领状态到资料认证，一样样过一遍，确认一切符合规定。如果发现问题，现在就行动还来得及，不要等到账户真的被冻结，养老金收不到了，才追悔莫及。面对未来，我们当然也期待政府能推出更完善的年金改革方案，让劳保制度更健全，不会让我们缴了半天领不到。但在制度改善之前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管好自己，让我们一起做个聪明的劳工，遵纪守法，缴劳保，明明白白领年金，健健康康享晚年。如果您觉得这些资讯有用，也请分享给身边正要退休或已退休的亲友们，替他们也敲响警钟。2026年的大清查在即，但只要我们提前准备，遵守规定，就完全不用担心。祝福大家都能顺顺利利领到属于自己的养老金，安安心心过幸福退休生活。今天的银发讲堂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在未来的每一步都陪您一路相随。记住，早茶早安心，晚茶图伤心，现在就行动吧。